美元指数 DXY 现在在 96.43 徘徊，已经跌破了之前的强支撑，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。再看看白银，这才是真正的疯狂。前几天最高冲到了 117.73 美元，虽然现在回调到了90到113美元这个区间震荡，但你们意识到了吗？那些曾经笑话白银是穷人黄金的人，现在都闭嘴了。从30块到100块，这段路我们已经走完了。现在很多人心里慌得要死，没买的后悔的想撞墙，买了的呢更慌，怕利润回吐，怕这只是昙花一现，想着是不是该落袋为安了。今天这条片我就是要来治好你的惧高症，我要告诉你为什么站在100美元这个位置看300美元，比当初在30块看100块，逻辑更加清晰，几率更加大，一定要看到最后，特别是那些现在手里拿着银子，手在发抖想卖掉的朋友，影片最后的 bonus 我会教你怎么看一个情绪指标，那是主力资金洗盘结束，准备开启下一波拉升的暗号。我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投资这件事最让你们睡不住觉的是什么？不是亏损，亏损了大不了从头再来，最痛的是卖飞，是你明明在30块50块的时候买了，结果涨到80块你觉得赚够了跑了，结果现在回头一看它冲到了117，那种感觉就像是你把未来的 Google 未来的特斯拉在刚上市的时候就卖掉了一样，那种错过一个时代的懊悔比亏钱难受100倍。我有个做工程的朋友，典型的理科男，凡是讲数据。半年前白银刚过50的时候，他跟我分析了一堆技术指标，说什么超买背离，非要全部清仓。昨天他打电话给我，声音都哑了，他说看住美元跌成这样，我知道钱不值钱了，但我现在不敢进场啊，白银都100多块了，我是不是又要当接盘侠？我看着他，就像看住现在屏幕前的你们，如果你现在也在犹豫，觉得100块太贵，那我问你，如果通膨彻底失控，如果美元信用彻底崩塌，你手里的纸币变成了废纸，那你觉得100块的白银是贵，还是救命稻草？现在的波动从117美元回调到90，在行家眼里，不是跌，是倒车接人，这是市场给胆小者的最后一次下车机会，也是给强者的上车机会。说到这，我知道你们会说，300美元，那还得翻2-3倍啊，可能吗？为什么我说300美元不是梦？我们来做个简单的算术，用最真实的供需逻辑，你们看新闻了吗？现在的美元指数 96.4， 这不只是一个数字，这代表全球资金正在逃离美元资产，那钱要去哪里？股市太高了，房地产流动性太差，资金像洪水一样涌出来，必须找到一个蓄水池。黄金已经涨到天上去，很多央行都在抢，而白银呢？即便现在涨到了100多块，它依然是被低估的。注意听，这很重要，现在白银的价格上涨，不是因为有人在炒作，而是因为缺货。你看这几天的行情，从117回调，只要跌破90块，马上就有巨量的买单把它拖起来。谁在买？不是散户，是工业巨头，是国家储备，因为太阳能板要用银， AI 伺服器的导电层要用银，军工导弹要用银。以前30块的时候他们不急，现在涨到100块他们反而急了，因为怕以后200块都买不到，这就是恐慌性买入。当工业刚需遇到货币贬值，300美元根本不是天花板，它可能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目标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当白银冲破150的时候，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都会开始疯狂报道，那时候大妈们甚至连不炒股的人都会冲进来，那时候的疯狂才是真正的疯狂。我们现在还只是在山腰，所以现在看住美元软趴趴的样子，白银的大爆发其实才演了一半。但是我必须给你们泼一盆冷水，从100块到300块这条路绝对不会是直线上去的。华尔街那些做空的大鳄，他们现在亏得很惨，他们不会轻易投降，他们会利用每一次回调，利用每一次像现在这样跌到90块附近的机会，制造恐慌，试图把你们手中的筹码骗走。接下来的一周非常关键，因为市场正在等待一个政治讯号，这已经不是经济问题了，这是一场关于美元霸权还能不能保住的政治仗。接下来我要揭开这个政治黑幕，告诉大家为什么美国政府可能被迫允许白银继续暴涨，以及我自己在接下来这波动当中准备怎么操作，在哪里加仓，在哪里设防守线。很多人问我，既然美元跌成这样，美国政府不管吗？华尔街那些大鳄不是最擅长砸盘吗？为什么这次白银能冲到117？兄弟们，这里有个底层逻辑，你们一定要听懂，这不是经济学，这是权谋术。以前美国强势，美元必须强势，这样才能收割全世界，只要白银敢涨，
华尔街就用纸白银期货合约疯狂做空，把价格打下来。这招他们玩了几十年，百试百灵，但这次不一样了。现在美国欠了一屁股债，35兆美元啊，利息高到连他们自己都快还不起了。这时候他们面临2个选择，赖账，美国崩溃，让美元贬值，用通膨来稀释债务，让钱变薄，债就变轻了。你如果是美国总统，你选哪一个？肯定是选第二个嘛。所以现在美元指数跌破100，跌到96，甚至未来可能跌到90，这不是意外，这是剧本，这是他们故意放水的结果。而白银呢？白银就是美元的照妖镜，美元越烂，白银就必须越贵。现在华尔街那些做空的人也很绝望，他们手里的空单被工业需求的实体买盘打爆了。以前他们可以无限印纸白银来砸盘，但现在苹果、特斯拉、军工厂要的是真金白银的现货，你拿张纸给他，他不要啊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次是逼空行情 ，short squeeze。这不是我们散户在买，这是工业巨头和国家队在逼住华尔街交出筹码，我们只是跟在巨人们身后捡钻石的小角色。好，逻辑通了。接下来讲最实际的怎么赚这笔钱。现在白银价格在90到117之间剧烈震荡，我知道你们很多人现在手很痒，想全仓杀进去，也有些人吓得想跑。听我一句劝，不要做赌徒，要做将军。我在这个市场摸爬滚打这么多年，见过太多人看对了方向，却死在了黎明前的最后一个晚上。为什么？因为杠杆开太大，心态崩了。比如说前2天冲到117的时候，有人觉得会直冲200，开了10倍杠杆追进去，结果2天回调到92，直接爆仓归零。然后今天又反弹了，但他已经没钱了，这就是最惨的。我的操作策略是这样的，分享给你们，这是我用真金白银换来的教训。第一，建立你的核心部队，实物白银或全额交割的 ETF， 这一部分占你总资金的 50%， 这部分钱买了就当丢了，锁进保险箱或者放在长线账户里，不管它跌到80还是涨到200都不要动，这是你的底气，是你留给孩子留给未来的保险，这部分能让你睡得住觉。第二，用金字塔战法做波段，剩下的 50% 资金拿来赚波动的钱。怎么买？越跌越买，越涨越卖。现在回调到90附近，买入 30%， 如果主力再狠一点，砸到85，把你剩下的子弹再打进去 30%， 等它反弹回110、115的时候，分批卖出这部分的利润。这样操作，涨了你赚钱，跌了你有子弹加仓，你反而会兴奋。你要让自己处于一种涨跌都开心的变态心理状态，这才是成熟的投资者。讲个我身边真实的故事，我有个朋友做生意的，平时很精明，买车都要砍价半天。白银50块的时候，我不停跟他说买一点，买一点。他说太贵了，等回调到40再买。结果白银一路冲到80，他又说哎呀错过了，等回调到60我一定梭哈。现在白银100多了，他昨天跟我喝咖啡，一脸憔悴的说现在还能买吗？是不是太高了？你们发现了吗？这就是典型的穷人思维，总想着买在最低点，总想着占市场的便宜，结果呢？一直在等，一直在看，最后眼睁睁看着财富列车开走。兄弟们，承认吧，我们谁都买不到最低点。我自己买白银，买过30的，也买过80的，甚至前2天105的时候，我也加了一点仓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看的是300，如果在300面前，你觉得90和100有区别吗？这就像是你现在回头看几年前的比特币，你会在乎你是1000块买的还是1200块买的吗？根本没区别，重点是你手里要有货，别为了那几块钱的差价纠结半天，方向对了，上车才是硬道理。那么接下来这半年剧本会怎么演？我预测白银在冲破120之后，会迎来一波真正的主升浪，因为到了那个时候，媒体会疯狂报道，以前不关注的大众资金会像潮水一样涌进来，那时候你会看到每天 5%、10%的涨幅，那时候你身边所有的人，连菜市场的阿姨都会来问你白银能不能买。注意听，这就是危险信号，当所有人都疯狂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这些现在布局的人准备悄悄撤退的时候。但现在还早住呢，现在大多数人还在怀疑，还在恐慌，这就是我们最好的机会。这波行情我觉得至少能看到250到300美元，不要觉得夸张。当年1980年代白银在短短几个月内翻了多少倍？现在的货币超发程度是那时候的几百倍，300美元其实只是勉强跑赢了印钞机而已。讲到这里，你应该大概知道怎么布局了，但是
投资市场最可怕的不是不知道，而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。在通往$300的路上，有一个巨大的陷阱，90%的人都会掉进去。这个陷阱不是价格下跌，而是来自你自己内心的贪婪与错误的出场时机。接下来我要告诉你，什么时候该卖，这可能是整条视频最价值连城的内容。我会给你们一个明确的逃顶指标，并且送给大家那个我一开始承诺的 bonus。不管你现在手里有没有白银，最后这段一定要看，因为这决定了你能把多少纸面富贵变成口袋里的真钱。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为什么美元会烂，和白银为什么能冲上300，但现在我要讲一句很残酷的话，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卖，那账面上涨再多，都只是数字，不是你的钱。在投资场上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贪。当白银涨到200、250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身边平时最胆小的人都开始开杠杆进场了。那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是神，你会觉得300只是起步，500、1000也不在话下，这就是毁灭的前兆。记住，我们投资白银是为了改善生活，是为了让家人过得更好，不是为了跟这枚银币过一辈子。当你看到以下这3个信号同时出现时，听我的，哪怕心在滴血，也要开始撤退。金银比跌破30，当黄金跟白银的比例缩小到这种程度，说明白银已经被超买到了极点。主流媒体连续1周头版报道白银，当你楼下的保安都开始跟你讨论白银现货价格的时候，那是主力在找接盘侠。美元指数跌破85并出现暴力反弹，当美元被逼到绝路，美国可能会出台极端的财政政策来救火，那时候就是大宗商品集体回调的恐怖时刻。不要想着卖在最高点，把最后一段利润留给别人，把安全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。很多人问我，如果我错过了这波白银100块的车，或者我资金量大，不想全压在白银上，怎么办？这就是我要给你们的未来走势分析。当美元转弱 ，DXY 下行，这是一个大宗商品10年周期的开始。除了白银，你们要去关注那些有硬需求但被忽视的东西，比如铜、AI 数据中心、电动车，哪一个不需要铜？比如优质的矿业股，买15白银是防御，买白银矿业股就是带了5倍、10倍杠杆的进攻。但记住，不管你买什么，逻辑都要跟白银一样，看美元的脸色，看真实的需求，别去碰那些虚无缥缈的空气币或 PPT 项目，那种东西在美元危机的时候跌得比谁都快。我们要拿住的是那种如果世界末日来了，我还能拿它去换粮食的东西。最后，我想跟各位说点心里话，我看到太多人工作了一辈子，辛辛苦苦攒下的那点积蓄，就因为不懂货币制度的黑暗，悄悄的被通膨偷走了。那种看住家里老人医药费上涨，看住孩子学费压力变大，而自己却无能为力的感觉，我知道很难受。投资白银不只是为了暴富，是为了拿回属于我们自己的财富主权。当你手里握着真金白银，当你看透了美元的幻象，你面对这个世界时，底气是不一样的，你会更冷静，更从容。好了，说好的 bonus 来了，这是我个人的私藏逃顶抄底黑科技，我管它叫朋友圈噪音指标。这个朋友圈我有一个专门的标签，里面全是各行各业最普通的打工人、朋友圈代购或是从不投资的朋友。当这些人都在转发经济太差了，钱好难赚，白银又跌了，都是骗人的这种负能量新闻时，那就是抄底时机到了，是我加仓白银的时候。当这些人开始晒白银截图，开始吹嘘自己赚了多少倍，甚至开始骂我不懂行情的时候，那就是逃顶时机，我就会默默的把我的15白银送去回收。这个指标比任何 K 线图都准，因为人性的贪婪与恐惧永远不会变。我还整理了一份全球顶级白银实物储存商名单，教你如何安全存放你的战利品。另一份是白银300元路径图详细数据报告，里面详细对比了现在 117.73 美元的高位震荡逻辑，帮你拆解每一波冲刺的关键位。如果你想要这份资料，请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你想了解的部分。如果留言的人够多，热度够高，我会专门为大家再做一个视频，直接在视频里把这份清单和报告的细节全部公开，毫无保留的分享给每一位战友。既然你们这么支持，看到最后，我决定再加码送出第2个隐藏 bonus。这件事我一直压着没说，但它对你们每个人来说都生死攸关，那就是当白银真的冲向300美元的时候，最危险的敌人其实不是价格下跌，而是那种让你绝望的流动性钱盒。很多人以为只要荧幕上的数字涨了，就是赚到钱了，但你没想过，当市场进入极度疯狂或像现在这种高位震荡、极度恐慌的时候，你想卖，未必有人敢接，
或者那些交易平台会直接给你拔掉插头。这不是我在讲电影剧本，这是真实发生过的金融围猎。我有个做金融的朋友，在之前一波大行情里，账面上明明赚了5倍，结果当他想平仓锁定利润的时候，交易系统竟然刚好显示维护中。等他好不容易能登入的时候，利润已经在断崖式下跌中缩水了一半。那种眼睁睁看着到手的鸭子飞掉的愤怒与无力感，我真的不希望你们经历。所以，你手里的资产能不能在关键时刻变现，这比它账面涨了多少倍重要的多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反复强调，一定要配置一部分实物白银在身边，因为实物是没有关基建的，它在任何极端情况下都是硬通货。另外，我必须严肃地提醒大家，一定要警惕那些所谓的场外配资或高杠杆工具。当白银在 117.73 美元左右进行这种猛烈的洗盘时，主力随便一个 10% 的向下扎盘，就能让所有开了高杠杆的人瞬间爆仓清零。即便随后价格真的涨到300美元，那也与你完全无关了，你已经被踢下车了。在这次财富重组的残酷过程中，活下去真的比赚得快重要10000倍。你要做的不是去赌那最后1分钱的利润，而是要确保当大浪退去时，你不是那个没穿裤子的人。这种对流动性的敬畏和对杠杆的自律，才是区别职业猎人与待宰羔羊的真正分水岭。如果你能听懂这段话背后的血泪教训，你在这场白银风暴中生还并获利的几率，就已经超过了市场上 90% 的盲目追随者。最后，我一定要跟大家交个心，虽然我们今天聊得很热血，白银的数据也确实让人兴奋，但投资这件事终究是你自己的战场。我今天分享的所有内容，从美元走势到白银冲向300的逻辑，纯粹是我个人的观察与实战经验，这是一份意见，而不是一份绝对的保证书。市场是有风险的，特别是像白银这种波动剧烈的品种，请记住，永远不要用你赔不起的钱去博弈。在进场之前，一定要根据你自己的财务状况做最后的评估。我是你的军师，但你是自己钱包的最高统帅。讲了这么多，我想反问一下屏幕前的你，你觉得美元指数这次跌破 96.4 是真的大势已去，还是最后的诱敌深入？你认为白银在冲向300的路上，最大的绊脚石会是什么？如果你觉得我今天的分析对你有启发，请一定要帮我点赞、关注并分享给你身边那几个同样在打拼的兄弟。你的每一个留言我都会看，我也很想在评论区听听你们的真实想法。美元会变废纸，但你的智慧和勇气不会。这一场财富大洗牌，希望你是在发牌的那个人，而不是被洗掉的那张牌。这里是赚钱角度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